不相容的两种物质加在一起。哇哦！只需一种化学剂，就能产出最美丽的火花。这就是科学。科学实验室为你解码美味方程式，六月，我问你啊，烹饪哦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满满的热情，还有纯熟的技巧，以及无穷的知识。回答非常好，但不是我要的答案，再猜猜。哇，我觉得现在公布答案的话太早，大家就不会看节目了。继续看下去，告诉你。厉害了！马上有请我们嘉宾登场。好，第一位呢是来自淡马锡理工学院应用科学院食品营养与烹饪科学系讲师黄永伟老师，欢迎。欢迎。同时欢迎煮饭呢比吃饭还要多的 Chef Charlie， 欢迎，以及呢我们演技派阿哥汉伟大哥。我觉得今天是应该来学习一些烹饪知识，接下来可以煮给男朋友或者是未来老公吃的红领。厉害厉害呀！接下来是非常欢喜又可爱的 Miss Ma。好的，节目一开始也要问一下在座的几位了哈，你们觉得烹饪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来。第一眼那个看到的时候，那个食物让我觉得很美味了，就是那个视觉摆盘啊。如果那个摆盘都不好的话，我就觉得我不会很想去吃了。是。那 Miss Mo 呢？对饮食方面，你觉得烹饪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要够新鲜，然后摆盘要能够看啊，你看了才能吃嘛，你不可能吃了才拿出来看的嘛。是。那红玲呢？食物熟就可以了，可以吃就可以了。OK， 所以你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饮食的要求，这样？完全没有要求哎，因为好吃的他吃嘛，不好吃给宁吃的嘛。哎呦，吃不完的给宁吃，吃剩的给旁边那位，不好吃宁吃对了。好，其实我们这个问题蛮广的，对不对？其实我就直接公布那个答案啊，最重要的元素呢就是水。还有油，因为呢，任何食物呢都离不开水跟油。那也要请我们的 Chef Charlie 来登场了，来。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根据水跟油呢，准备2道料理啊。对，公布说要做什么料理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哦，这个神秘大，我知道是什么东西，一定是一个水桶。水桶，因为水跟油，对。红玲，你觉得是什么在里面？酱料吗？酱料啊，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运动，跟运动有关的。你说哑铃之类是不是？不同的水跟不同的油啦，我猜了。 OK， 我们请6月来揭晓。不同的水，好。3、2、1，是什么？真的是哦，不同的油。OK， 是吗？是油跟什么？我跟你说，这个不得了，这个呢是胶原蛋白的高汤啊，所以喝了之后会让你皮肤水当当。这样你们不需要了。我要，他就是最需要的，他最需要。好，Chef Charlie，今天的第一道菜跟水有关，对吗？对，木瓜花生猪脚汤。哇，也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对了，要有胶原蛋白。好，所以Chef Charlie就有请你了。好 ，OK， 那当然呢，说到汤哦，吃饭配汤哦，真的是华人的一个饮食的习惯。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以前我都喜欢喝汤，我自己炖汤啊、煲汤啊，都是很浓郁的汤。对。后来到一个年纪，我就开始没有了。为什么？因为要嘌呤很高啊，然后这个尿酸又高，所以我现在也很少这样去炖汤喝，都是直接比较简单的，可能紫菜汤还 OK 了。我完全没有喝汤哎，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比较素食，那想要吃得快啊，随便吃啊，就没有这个习惯。没有这个习惯。OK， 那 Miss Mo 呢？我汤跟饭就淋在一起啊，就一起吃啊。泡饭。对，泡饭啊。好，那是要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准备好。有人说汤煲越久呢，营养越好。请问呢，煲排骨汤呢，煮几个小时最营养 ？A 约1到2个小时 ，B 约3到4个小时，还是 C 约5到6个小时？对，越久越好，不用讲了嘛。啊，我们第一题通常是暖身的啦。那我们一起来看看3位答案，来请揭晓。红玲跟 Miss Mo 啊，都1到2个，反而是汉伟大哥选3到4哈。为什么？来，因为煮太短时间，可能那个肉的那个精髓没有出来嘛。煮太久的话，太久，可能真的好的东西就蒸发掉，已经不见了。
耶。OK， 来红玲，我好像有印象，我有买那个素食的汤包，然后我好像不小心煮了太久了，好像过了2个小时，那个汤好像干掉了，所以我有素食嘛不一样。对，所以我不太清楚，所以我选择了 A。OK，Miss Mo，如果你要煲那个汤的话，太久的话，可能把不好的东西给煮出来了。不好但不可能啦，可能是好的全部不见掉，我是这样觉得啦。是，OK，好，反正各有各的一个说法嘛，哈。哎，是，所以可我们能都错接下来就要请老师帮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是。答案是有人说汤煲越久呢，营养越好。请问呢，煲排骨汤呢，煮几个小时最营养？老师帮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是。答案是 A。 1到2个小时啊，哇！所以红玲跟 Miss Mo 啊，哇，拔得头筹，恭喜！对，可是煮1到2个小时，会不会像汉伟哥说的啊？那个营养出不来，可以吗？煮汤呢，其实是一个萃取的一个过程，所以1个小时到2个小时呢是恰恰好，因为太久的话呢，它的营养会遭破坏，而且尤其是蛋白质、氨基酸还有维生素，遇到热它们会被破坏掉。取而代之的就是钠，就是盐分比较高，然后接下来就好像汉伟大哥所说的，嘌呤就越来越多，而且不适合成年人大量的摄取。但我想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是1、2个小时呢，骨肉的那个味道会出来吗？排骨味会出来吗？会的，但是就是没有这么浓，就是在于味道跟营养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哦，了解。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动画呢，可以让大家了解的更详细。水有渗透的作用，当所有材料被放入水中加热时，水就能够通过材料的细胞壁渗入细胞中，溶解可溶性营养物质，因此一开始萃取效率很高。然而，在材料细胞内的浓溶液不断往外扩散同时，汤汁里的溶剂也会不断渗透回到材料中，形成一个循环动态。当循环动态达到浓度饱和点后，会取得平衡。一小部分的营养溶在汤里，而大部分的营养还在材料中，因此汤煮再久，汤里的营养成分也不会提高。哇，所以你看哦，它会达到一个饱和点嘛，所以你们谁喝汤的时候是不吃料的，有没有？我是完全不吃的，你完全不吃料，除了莲藕汤我会吃莲藕，但是它肉呢完全不懂。哦，你也不吃？不吃啊，就感觉精华就在那个汤里面，好像比如说鸡精，你一定是喝那个汤，你不可能鸡精罐里面是有肉的。我想问一下老师，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是煮排骨汤，排骨的营养会占多少？大约70%到90%还会在排骨里边。70到90嘞，所以你们每次把那些排骨丢掉你们很浪70到90养分是没有的嘞。对，因为毕竟水是一个提取物，然后呢，肉里面呢，它会把所有的营养给锁着，所以大部分的营养呢还会在肉里边。了解。那我想要问一下学，那你知道有这个讯息吗？说多数营养其实在材料里面。说法我不知道嘞，你不懂，也是以为说在汤，对不对？对，因为在酒店啊或者餐馆，我们熬的汤是越久，它的 stock 更浓。了解。OK， 好了，那我们直接了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第2道问题。 OK。那如果你汤煮到一半的时候，你发现太咸了，那你应该要怎么做呢？去降低它的咸度。A， 你加至少1杯冷水再煮。B， 加至少1杯的热水再煮。C， 盛出一部分的汤，加冷水再煮。D， 你盛出一部分的汤，再加热水再煮。所以基本上蛮直接，你不要以为很复杂。对，这个有发生过嘞，我煮过，试过煮得太鲜了。那你怎么做？我就直接加冷水，还是一样鲜。所以那个就没有效，不要选啊！有可能超过1个啦，有可能有2个到3个方法是有效的嘞。我就写我通常会做的那个做法。就要选 B 啊。你也是啊？好，我们请看答案哈。哇，都是说至少加1杯热水再煮，就是因为以前试过加冷水没有用，还是一样咸呢。然后 C 跟 D 我觉得是有点多此一举啊。OK， 好，红玲呢？我通常是加热水因为贪方便。我也是加热水。如果太咸的话，我就一直加。OK， 好，答案我们直接来揭晓。是。
答案是 D。需要把一部分的汤给盛出来，然后再加热水再煮。为什么要拿出来多余嘛？因为咸毕竟是盐的成分比较高，你把里面含有一定盐分的汤给倒掉，然后再加水，然后再煮的话，它这最后的那个容量是一样的，所以但是它的盐分就已经减少了。对，为什么是热水？冷水不可以吗？啊，对，你加冷水的话呢，整个汤的温度就突然间下降了，然后肉粒的蛋白质呢就会迅速凝固，而导致它里面的营养呢被提取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阻碍，然后它的萃取率没有这么高。哎，那现在其实我们就是讲求方便嘛，对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料理汤包哦，其实都已经是煮好的，我们只要加热就好。对，那种汤的营养价值是还有的吗？还是基本上都没有了？那你要看您所说的是哪一种营养，比如说蛋白质、油还有糖分的话，它还是会有的，只不过在维生素上面呢就会比较少了一些，毕竟它在经过高温处理的一个过程中，它们会大量流失。而且他们也应该打了很多的防腐剂进去。哎，我觉得会吗？以现在的食品加工技术来说呢，防腐剂已经大量的减少了，因为现在有太多的方法或者是技术已经被所有的食品公司采用。了解哈，对关键是我相信我们今天喝的这个汤，confirm没有防腐剂，也是非常有营养。好，所以下菜完成，对不对？上汤好，我们上菜。木瓜花生猪脚汤，来，请享用。香，哇，好浓郁哦，感觉。很香哦。哎呦，很清甜的。你有加糖吗？没有那这个甜的汤头是来自木瓜花生和木瓜，花生会甜的。好甜花生的甜。啊，哇，很特别。就感觉那胶原蛋白很多哎。它的猪皮很软，一喝下去就吞下去了。这个汤是真的是很美味。我们自己煮的可能没有这个效果，因为我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呐。我好像喝到那个橙的味道，是有加橙。又有陈皮，陈皮，哦，好，刚才都讲嘛，烹饪呢2大元素，水，第二个就是油，所以接下来这一道菜呢是跟油有关，对吗？对的，要做什么呢？是鱼柳，哇，刚刚是中餐，现在西餐嘞。OK， 想吃又怕。对对对，所以你的鱼柳你是用什么？ red snapper，那个面糊是关键，对不对？对，首先我会 rice flour，还有 plain flour，然后还有 baking powder，然后下来最后这个啤酒。哎，啤酒，还要放啤酒啊？放啤酒的原因就是给它有一点发这样，哦，蓬松感比。较脆。对。哦，哎，问一下老师，这样的一个做法，有科学依据吗？有的，因为你把啤酒加入面筋里面的时候，放在油炸的时候，大量的2氧化碳呢会被释放出来，因为油温的差度，所以呢它就造成面筋外层一层蓬松的脆。哦，所以里面是有那个空气释放出来，所以就变成蓬蓬，然后这一咬下去就很脆。脆，哦，是因为它气泡关系啊。对。那我它气泡们一定要用啤酒吗？可以用其他的饮料啊，也是比较有味道啊。汽水，对。而且很多泰国餐啊，他们都说他们用那个可乐来煮，哎，哎，对，来炖那个猪脚之类的。哦，真的吗那也是另外一个方法哈。那聊着聊着就要来发问第3道题目，好来还有一个加油关键了，可以给点面子。所以好，想猜说一下可以吗？好，可以了，给你。追分靠这题了哈。好，问题就是以下呢哪一种油是最适合高温烹煮的？也就是你可以拿来炸或者是拿来煎的。A 呢是初榨橄榄油 ，B 亚麻籽油，还是 C 棕榈油 ，D 精炼椰子油？答案可能多过一个哦，你们每次这一招，可能多过一个。你们可以帮我一个忙，你们选 A、B 跟 D 就好，C 给我。我通常是 A 啊，因为比较健康。我觉得 A 它没有，现在主要是想要高温，对对对适合高温烹煮嘞。A 是很适合健康那种煮法，可对能不适合。哎，为什么帮你啊？哎，为什么帮你啊？对对对 A 对的 A，你放了油它会爆炸的，哇，整个东西很厉害。你选 A 吧。来， OK， 我选 C 跟 D，有答案了吗故意？念出来，是一个就是让你这样不要跟我选一样就对了。好，来，请 OK 揭晓你们答案。一样吗？不一样。你们两个一样。我有一分了。Miss Mo 选亚麻籽油跟棕榈油啊？为什么？我只懂那个橄榄油，其他的油其实我一点都不了解，我都靠猜的。对我是比较了解那个橄榄油，因为橄榄油和那个椰子油啊，它们的那个瓶子都很小，所以都不能倒到很像 chef 的那样哦有道理就半个锅这样满。那我来讲为感觉啦，感觉。为什么我选 C 跟 D？棕榈油是因为刚才我不小心问到师傅说你用什么油，他说他用棕榈油，所以我猜他
我打我是不小心偷听到的。 C 的时候是我偷听啊，他偷听到，问到我问他偷听到，所以我猜 C 是肯定对的对。 D 呢，因为我觉得椰子油呢，很多时候椰子油是出了名是很油的嘛，啊，所以可以高温。啊，可以高温，可以给它来一个爆炸也没事情的。 OK， 那我们现在呢就请黄老师为我们来解答，正确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以下呢哪一种油是最适合高温烹煮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请黄老师为我们来解答，正确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 C 跟 D。我猜对了，哎，真的给我猜对了。没关系，评分。对呀，对，为什么是 C 跟 D 呢？因为这两个的油的烟点冒烟点比较高，而且它的氧化稳定性比较高。了解。哦 OK， 我觉得 Miss Mo 一脸还是没有在听懂，没有关系，名词我也听不懂。有动画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来，请看，请看。每种食用油都有各自的烟点，烟点呢就是油加热到冒烟的温度。当温度超过了烟点，食用油就会氧化、裂解变质，产生有害物质，从而危害人体健康。所以在油炸高温下，应该选择高发烟点以及氧化稳定度高的食用油，才不容易产生化学变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拿粗榨橄榄油拿去油炸，是会有毒的吗？是这个意思吗？可以这么说，虽然说在粗榨橄榄油里面拥有大量的抗氧化合物，但是呢，它们这些呢都不耐煮、不耐热。 OK，所以在油炸的一个过程中呢，它会化解，对然后油开始分裂，产生很多有害毒物。啊，OK，所以这个油的使用方法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我们通常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油炸了，还有一些油，我们会把它给收起来。对，基本上是可以，但是要注意时间，你不可以把它收太久，1-2天还可以。啊，好，所以同样的聊到油接下来这道题目仔细听好，就跟油是息息相关的啊。来，食用油呢，就是刚聊到的，从第一次打开了瓶盖之后呢，就会开始这个氧化酸败的过程。那请问食用油打开瓶盖后呢，最好多久就用完？前提就是呢，你是天天使用它，然后储存在室温的状态下。选择 A， 打开了之后3到6个月你就要用完 ；B 9到12个月，还是选择 C 15到18个月？都是 C 比较像哦。你不要误导我。你没有误导我，我在跟你商量，我自己也不懂。猜好啦我应该有答案一人拿一个了，我拿 A， 我拿 A。我拿 B。1年半。 C 好像不太像很了。难讲的嘞，这个很难讲的了。 OK 啊 ，C 就 C 了，看谁拿了。好，来我们看一下答案，红菱是3到6个月，然后 Miss Mo 是可能会有9到12个对，月，可能 C 耶。汉伟哥是15到18。OK， 我知道你是被逼拿 C， 但你心中是想写多少？ B 跟 C 啦，讲真的 B 或 C 我觉得不太可能3到6个月就有点太短，也很难讲哎。要换吗？可以吗？我不可以换你啊。换啊，随便啊，都可以一样的吗可？以，我们让你。哦，就是的 B 啦。好来我觉得最后 B 来啦，我不懂啦。举牌离手，不可以再改了。OK， 来，红菱是3到6，为什么？老师就有说，如果用过的油可能1-2天就要用完，所以没有用过的油可能3到6个月，就越快用完对，越快越好。也有可能的好。，Miss Mo 为什么觉得9到12个月？中间啊，我拿中间点啊，我觉得不是，不会很短，也不会很长，不会很长就刚刚好。那来，我们就要请黄老师帮我们揭晓正确答案是。答案是 A，3到6个月。还好哎。老师，为什么是3到6？是不是像红菱说的，越短是越好？因为在于氧化过程呢，它需要几个元素，最重要的是氧气。基本上你每一天打开瓶盖之后呢，氧气会进入你的油的瓶子里边嘛，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它每天都提供新鲜的氧气，让它的油开始氧化、酸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它必须要有温度，对，一般的油怎么收藏是比较常温就可以了，对不对？常温在干燥、避光的一个地方就可以了，就不要有温度，就不要有温度。
啊。然后第3个呢，就是所谓的金属器。基本上呢，你在把油给收的时候呢，最好是用玻璃的容器，瓷的也好，瓷的也可以，尽量避免或者是不可以用金属的。哦，总的来说，油最好不要为了省钱一直留了，我觉得真的很不健康。我个人觉得。 OK， 好了，耶！完成好不好？我们立刻上台。对。OK， 一起来品尝 Chef Charlie 的炸鱼柳 Fish and Chips。来。哦，哇，哎，切下很脆耶，脆哦，你这样切下去感觉真的很脆好脆。哎呦，啤酒好香哦！哇，真的很好吃，真的好脆好脆哦。脆，而且它的鱼肉完全不会过熟哎，对，真的很滑很嫩哈。关键是你咬下去的时候，它不会很油腻。因为第2次你炸的时候，你的那个油要焖，哎，你一炸的时候，它已经滴出来的时候，你就上来，就一下下。它真的有啤酒的香味哎。有哈，有一点哈。有。哎，真的很好哎，我都没有在讲话，我就一直在吃。对 ，Miss Lo 来，直接来一个爽脆的声音。真的很脆。那当然呢，我们在吃这个那么好吃的这个炸 Fish and Chips 的同时呢，也要公布今天的成绩，优胜者就是恭喜红玲2分啊！来，请来拿你的奖品。你要开始煮了啊！我好开心哦！其实我最喜欢拿到 free gift 的礼物，所以今天 OK， 我回家我要煮饭。All right， 好，再次恭喜红玲，谢谢，恭喜，好。那当然也是希望呢，有在收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有学到使用油跟水的美味方程式。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美味背后的科学原理的话呢，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科学实验室》。没错，再次谢谢 Chef Charlie， 谢谢，还有老师，谢谢，谢谢红玲哥，谢谢红玲，谢谢 Miss Lo。最后想问老师哦，那个熔灯哦，真的是这样子放下去哦，这样是算那个熔灯嘛？基本上那个熔灯的原理并不是这样，它是利用蜡的密度。我以为熔灯我在家里这样做就可以了，不同啊。不一样。